官之道为使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前不久，小关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则故事，有一位45岁的中年大姐向一位中医抱怨说，现在的医院怎么回事呢？我才45岁，老说我的膝盖属于老年性退行性膝关节病变，还治不好，只能养着。你说这医院是不是只想坑我的钱？听完大姐的抱怨，这位中医并没有对医院的行为做任何表态，只是微笑着询问，你的膝盖有什么问题？先不管医院如何诊断，就凭你自己的感觉说说看。这时大姐的话茬子一下子就打开了，说自己的膝盖就是不利索，屈伸不利，不能下蹲，不能弯腿，也不能伸直，上下楼梯比较吃力，更别说登山和跳跃了。膝盖总是隐隐约约酸疼，有时候还木木的，就感觉膝盖已经失去了弹性，没有活力，很僵硬。从一开始出现这种症状到现在快7年了，还想着以后老了去跳广场舞呢。这下好了，晚年的快乐生活泡汤了。听了他的诉说后，中医对他说，不怕，有一个方子依然有希望让你老了还可以跳广场舞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是什么方子呢？相信观友们和小关一样充满好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点赞加点阅小关的频道，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，感谢大家。其实啊，膝盖的问题并不一定是骨头的问题，维系着我们的膝盖，让我们的膝盖灵活自如的是什么呢？是关节间隙的筋膜。筋的功能强不强，筋是否柔韧，直接决定了膝盖是否强大。如果筋受损了，膝盖就会出现各种症状，活动受限，甚至酸麻胀痛。于是中医就把一个著名的方子推荐给了大姐。这个方子是唯一一个针对筋的调养方子，叫做养筋汤，出自医学典籍《辨证录》。辨证录对这个养筋汤赞誉度非常高，里面夸下海口说，1剂筋少舒，4剂筋大舒，10剂疼痛酸麻之症尽除。不要说这个养筋汤的效果确实显著，这位大姐只服用了7剂，她膝盖不适的症状就好了七七八八，现在走路完全不用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，可以健步如飞了，上下楼梯膝盖也不疼了。大姐很有信心，说打算再服用半个月，巩固巩固，希望老了可以自由自在地跳广场舞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小关现在就把这个养筋汤分享出来，希望能够帮助那些膝盖有问题的人。养筋汤方子如下：白芍30克，熟地30克，麦冬30克，炒枣仁9克，八戟天9克，桂枝10克，川牛膝12克，三七粉3克，可以直接用汤药送服。前面有说过，膝盖的问题不要只治骨头，要重点治筋。那这个方子是如何治筋的呢？首先我们要明白，中医所说的筋归什么管，筋的主要领导是谁。中医认为肝主筋，全身上下里里外外一切筋膜都归肝所管，肝是筋的直接领导，也就是说要养好筋就要养好肝。我们身体的任何关节都有筋，男子的生殖器就是最大的一条筋，叫做宗筋，传宗接代用的宗筋。所以阳痿不仅仅与肾虚有关，还与肝有关。而膝为筋之府，也就是说膝盖这个地方有大量的筋，也是筋最多的地方。所以膝盖的问题不要光盯着骨头，不要以为就是简单的骨质疏松，更不要盲目吃钙片，要补筋强壮筋膜。肝主筋，肝藏血，这个筋需要大量的肝血滋养，就好比花草树木需要雨水的浇灌一样。如果没有雨水的滋润，花草树木就会干枯；如果没有肝血滋养，筋就会失去韧性。
就好比汽车的轮胎没有了润滑油。现在很多人的关节咔咔作响，就是筋出了问题。还有的人无法劈叉，也是筋的韧性不够。所以话说回来，这个方子是如何养肝血，如何让这个肝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筋呢？首先，重用白芍来揉肝养血，配合酸枣仁大补肝血。酸枣仁与白芍都是酸的，酸入肝，酸味的食物药物都可以养肝血。因为酸有一种收敛之性，能够把肝血收藏住，而不是白白耗散。然后再用麦冬滋阴，麦冬味甘，肝可以缓，所以关节屈伸不利的都需要甘味的药来缓和。麦冬还可以补心血，心主血脉，心脏强大了，周身的血脉会更加通畅，自然膝盖这里的血脉也更通畅，通则不痛，就可以解决膝盖痛的问题。中医经典著作《神农本草经》也说，麦冬可以久服，久服会轻身延年，尤其对于瘦人来说，麦冬绝是一味增肥的仙药。除了补肝以外，还要注意肝肾同源，精血一体。肝血的来源是肾精，肝藏血，肾藏精，精化血。补肝一定要补肾。肝五行属母，肾五行属水，五行相生相克关系中，水生木，也就是说，肾是肝的妈妈。按照中医补泻的原理，虚则补其母，如果肝血亏虚，一定要调养肝的妈妈，也就是肾。只有肾水足了，肝血才充盈。所以这里用了熟地来补肾阴，又用了大量的八戟天来补肾阳。补肾阴是加油，补肾阳则是点火，阴中求阳，阳中求阴，阴阳同补，生化无穷。这就是原版养筋汤。中医有一句俗话讲，筋长1寸，寿增10年。养筋就是养肝，养肝就是养命。我们生下来是攥着小拳头的，这个就是肝主筋的功能。我们死去的时候叫做撒手人世，就是手摊开了，这说明肝气耗尽了，无力再握了。而房子里后面的3味药是这位中医另外添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代受寒的几率太多了，空调与冰箱以及裸露的服装令你无时无刻不再受寒，所以膝盖难免有寒湿凝聚，凝聚就会阻碍气血的运行，就会让筋失去肝血的滋养。所以加入桂枝，一方面可以温经通络，打通膝盖这个地方的经络，一方面把膝盖这个地方的寒湿散掉。同时，这个桂枝可以反佐前面清一色的滋阴药带来的滋腻。那川牛膝又有什么功效呢？一听这个药名就知道川牛膝对膝盖特别好。川牛膝一方面可以引药下行，把上面的气血引到膝盖，同时川牛膝本身也有舒筋活络的作用，用在这里简直是画龙点睛，妙不可言。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膝盖病，都可以加入川牛膝，强壮腰膝。中医有一句话说，无牛膝不过膝，可见牛膝对膝盖以下的病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至于三七粉，可以参考活血化瘀第一人王清任的思路。久病必瘀，况且膝盖这个特殊的地方更容易造成淤血，所以用了伤科圣药三七来活血化瘀。一切跌打损伤，不管是外伤还是内伤，都可以用三七来调理。三七的厉害之处就是可以把骨头里筋骨间的淤血化掉，消肿止痛。淤血化掉，新血生出来，身体就可以自己修复一切损伤，修复筋膜，修复膝盖。很多人半月板磨损，这个磨损就是损伤，就是淤血，三七就可以化瘀，然后修复这个半月板。小关在这里也要强调一下三七粉的用法，可以不用放在汤药里，前面的药材煎好后，用这个汤药直接送服三七粉，这样三七粉的药性可以被最大吸收。
养筋汤最好1天1剂，10天可以作为一个疗程。服药期间，以下事情不要过度：不能过度看手机，因为看手机会掉大量的肝血上去，膝盖的肝血就不够了。同样不能熬夜，熬夜最伤肝血，也不能乱发脾气，生气也会消耗大量肝血。自然不能纵欲，膝盖不好的人一定要节欲。纵欲会耗肾精，肾精不足，肝血肯定不足。纵欲的人都会有膝盖空空的感觉，这是精髓亏虚的症状。另外，这个养筋汤不仅仅是膝盖有问题才可以用，任何与筋有关的症状都可以用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喜欢小关的，别忘记点击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